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皮，今天来讲一部宝可梦番外篇，名叫《宝可梦进化》。其中故事都是历代宝可梦游戏的主线剧情，所以相当有看点。从天空中数只飞翔在柯的钢凯亚可以看出，这是发生在加勒尔地区的故事。在全关竞技场上，本该展开新一届的冠军争夺战，但是这场比赛主角之一的丹帝，此时正瘫坐在椅子上，毫无战意。他在回忆之前一场艰苦的对战。回忆中，世人冠军丹帝正在与传说宝可梦无极泰拉对战，仅一个回合，强如舰队舰冠，也直接倒下。丹帝只能拿出最后的王牌喷火龙与之抗衡。赫普游戏男主此时赶到现场，丹帝没有让他们帮忙，不过好在前面的车轮战已经消耗了无极泰拉体力，喷火龙抓住机会一发大自爆，将无极泰拉打倒在地。丹帝拿出个精灵球试图收服无极泰拉，但是收服失败，精灵球直接被炸得粉碎。看着眼前这个强大敌人，丹帝也有些不知所措了。被不好回忆困扰的丹帝手中精灵球突然掉落，喷火龙从里面蹦了出来，他将丹帝的斗篷掀了起来，似乎在对喷火龙说：“你怕个毛线，还有俺呢！”有了喷火龙的鼓励，丹帝眼神也变得坚定起来。再次进入丹帝回忆中，这次游戏男主和赫普也加入对战。在千叶毕业和毛毛角羊的合力攻击下，无极泰拉吸收了大量能量，开启了无极巨化。而就在这时，游戏男主和赫普手上剑盾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传说宝梦苍响和藏马人特也加入了对战。本该是这场战斗主 C 的丹帝，此时却已经力竭倒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少年在为了保护加勒尔而作战，这应该是他不能够接受的。只见苍响一发武功加1的巨兽斩，就把无极泰拉砍得奄奄一息。游戏男主赶紧拿出极巨化的球丢了过去，这是必定收服成功的。无极泰拉被收服，加勒尔危机因此解决。恍惚间，主持人已经高喊选手进场，丹帝只得将思绪拉回。稍微振作后，走进竞技场，观众席上坐着早就被淘汰的赫普、玛丽还有比特，几乎整个加勒尔地区人都在关注着这场冠军争夺战。随着丹帝的口头禅“冠军时刻开启”，对战也拉开序幕。不过制作组还是给了丹帝面子，本集到此就结束了，没有放出丹帝被主角暴打的场景。不得不说，将游戏主线做成动画重新看一遍，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动的。反观宝可梦旅途，怎么会摊上小豪呢？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宝可梦进化短篇第2集。本集的故事发生在阿鲁拉地区，而第1集则是加勒尔地区，所以不难推测这个系列是以倒叙的形式来介绍各个地区的主线剧情，从剑刃开始到红绿蓝结束。莉莉安和女主美月正在前往月轮祭坛的路上，此行的目的是要解救小新医院和母亲露莎米奈。莉莉安清楚自己没有主角那样的战斗力，回忆中的莉莉安一开始完全没有能力保护被猎雀袭击小新医院，后来在以太精英会里，莉莉安也根本不能阻止疯狂露莎米奈利用小新医院开启究极之洞行为。给没玩过游戏的小伙伴科普一下，游戏中的露莎米奈是个彻彻底底的疯子，他甚至会将活体宝梦冰封作为自己的收藏品，动画中则将其反面行为全部删掉，不过也算是个不错改编。尽管前期莉莉安显得非常多余，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成长，决定帮助主角解决阿鲁拉的危机。来到月轮祭坛，美月和莉莉安站在平台上吹起月亮之笛，成功激活了月之祭坛的封印，也让小新医院进化成了露莎米奈。莉莉安于是请求露莎米奈和他一起去解救在究极之洞里的露莎米奈。话没说完，究极之洞突然打开，古兹玛和露莎米奈遍体鳞伤的被打了出来。从究极之洞中出现传说宝梦赖克洛兹玛，这种凶暴宝梦会吞噬一切光明，必须阻止它。露赖雅拉与赖克洛兹玛展开交战，虽然露赖雅拉属性占优，但还是不敌赖克洛兹玛，被赖克洛兹玛吞噬。赖克洛兹玛变成拂晓之一形态，实力大增，随后立刻开启了数个究极之洞，这就意味着将有大批究极异兽入侵阿鲁拉地区。本集剧情其实是杂糅了日月和究极日月的主线，可能是经费或者时间有限，日月露莎米奈单纯的想利用小新医院打开究极之洞抓捕究极异兽，而究极日月增加究极调查队和以太精英会需要封印露莎米奈，而不能随意开启究极之洞的大前提。其中究极调查队和究极异兽缺席，导致露莎米奈的行为让人不能理解。当然这也不能怪制作组，8代之前的主线剧情都是挺丰富的，这短时间里想说清楚还是不容易的。反观宝可梦旅途20多分钟的时长，大多数时候枯燥且没有营养。正当莉莉安绝望之际，美月出场了，本集到这里也是戛然而止了。毕竟要是放出后面赖克洛兹玛被咆哮虎暴揍剧情，那这个一级神就太掉价了。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番外宝可梦进化的第3集，这集故事很有看点哦。本集故事发生在卡洛斯地区，在密阿雷市广场上，一个巨大的水晶体破土而出，这是牺牲了无数宝可梦生命制造出来的具有超强破坏力的机器最终兵器，
现在它被闪焰队使用，想要重置整个世界。不过最终兵器启动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那从哪获得这股能量呢？闪焰队的首领弗拉达利将目标盯上卡勒斯的1级神，但是主角卡勒姆又怎么会让弗拉达利得逞呢？这时候主角已经收服了神兽哲安尼亚斯，弗拉达利想要夺取力量就要进行对战，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让自己暴力龙梅嘎进化后就上场对战。补梅嘎好歹不被克制，梅嘎后的暴力龙变成水系加恶系，刚好被妖精系的哲安尼亚斯克制得死死的。果不其然，哲安尼亚斯一发月爆就将暴力龙秒杀，这就是1级神的含金量啊！战败弗拉达利气急败坏的摔碎了自己的眼镜，而此时卡勒姆的同伴莎莉娜和莎拉赶来支援。这莎莉娜和动画中的那个莎莉娜要区分一下，游戏中莎莉娜性格极为刚强自信，和动画中是有些区别的。弗拉达利见大势已去，无奈的跪倒在地。他回忆起和冠军卡路莱还有博士的对话，他无法忍受逐渐肮脏世界，他希望利用一种极端的手段去毁灭现在世界，然后再制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至此他还是觉得自己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已经陷入疯狂。弗拉达利将机械臂中储存能量注入到最终兵器内，试图最后一波。只见兵器外壳打开，核心向着天空发出了强烈的光线，但是能量不够，光束最后落了下来，把闪焰队的秘密基地给炸了。主角3人组此时已经和其他闪焰队的成员逃离，只有弗拉达利和基地一起被摧毁了。想想也是非常讽刺啊！最后画面转到博士研究所，内鬼火天王帕奇纳在播报着弗拉达利留下影像，他似乎仍然希望有后继者来改变这个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最终兵器和闪焰团团长阴谋这些在动画中都是没有被提及的，所以这个短片终于让大家看到真正的 X 版本的主线剧情。最后我好像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奇数世代主角为女，偶数世代主角为男。今天给大家带来宝梦进化的第4集，这集是合众地区的主线剧情。而熟悉宝梦游戏的都知道，这一时代游戏剧情是相当精彩的。开场就有等离子老大奎奇斯的自白，他为了得到传说的宝梦已经隐忍多年，甚至培养了一个能够听懂宝梦语言的人，没错，那就是恩。在7贤人的注视下，奎奇斯将恩推上了等离子王的位置。奎奇斯让恩去追求自己纯粹理想，但讽刺的是，自己则带人谋划着更邪恶的计划。在合众地区的一座城市中，我们的黑白游戏女主透子登场。虽然她的宝梦暖暖珠还没有进化，但是暖暖珠和她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透子注意到城市广场上聚集着许多人，为一探究竟，她也过去凑个热闹。没想到好友黑年也在，二人来不及对话，广场中心的奎奇斯就开始一番洗脑演讲。奎奇斯说了一堆诸如宝梦和人是平等关系，因此不能收服他们的歪理，接着劝导人们解放宝梦。游戏中真的有人被等离子队的言论洗脑，传放置宝梦的。能够听懂宝梦心声的恩，在和主角宝梦交流后大受震惊，因为主角宝梦压根不想回归自然，而是希望和主角在一起。这和恩从小接受理念有所不同，但和主角的相遇并没有改变恩的初衷，因为有着纯真理想，恩得到传说宝梦杰克罗姆的认可。而这件事正是奎奇斯计划中的一环。奎奇斯在宝梦联盟地下制造一座巨大的城堡，这座城堡是合众地区构造新世界的一个象征，而城堡内也发生着新旧交替的对战。恩带着杰克罗姆和联盟冠军阿戴克对战，恩不讲武德，使用1级神。阿戴克的火神哪里是对手，3两下就被干碎了。虽然恩不曾打过道馆，但是他还是坐上了冠军宝座。眼看合众地区就要落入奎奇斯之手，主角透子赶到，拿出了真实的光明石。奎奇斯自以为他是螳臂挡车，放任透子去挑战恩。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编剧还是一如既往的仁慈，没拍出后面恩的杰克罗姆被主角摁在地上暴揍场景。有本集卡在主角和恩对战的结尾，那么许多没有玩过游戏的玩家可能觉得恩是大反派，奎奇斯只是个神神叨叨小角色。其实奎奇斯才是幕后主使，恩只是个棋子罢了。当看到恩被主角打败后，奎奇斯会亲自上场，他实力比恩还要强。等离子团的真实目的是统治人类，解放宝梦只是个幌子罢了。不知道下一集会不会补充一下黑白奥的剧情，还是直接就去神奥地区了。黑白奥的球雷姆事件仍然和奎奇斯有关，如果不拍那就有点可惜了。宝梦进化终于出了神奥篇章，一起来看看吧。劲敌阿迅迈着沉重步伐，在漂亮的接待小姐的指引下来到对战塔，一路过关斩将，终于看到对战大军光囊，也就是自己的父亲，站在这个最终舞台。阿迅拿着自己的初始宝梦，陷入了与他相遇的那天的回忆。阿迅和男主明辉因为好奇来到星际湖畔寻找稀有宝梦，却意外遭到姆克尔的袭击，
情急之下，明慧和阿迅拿出了山林博士御三家进行对战。阿迅指挥波加曼成功赶跑姆克尔后，阿迅立下了当最强训练师、击败父亲光囊的梦想。随着现实里梅拉斯一发浓汁波动，年代着美好的梦想和阿迅赫拉克罗斯一起打了个粉碎。阿迅这才意识到自己和父亲的差距，但是旅行中何尝不是充满艰辛？回想起第一个道馆馆主朴泰那凶猛的头盖龙，受到重创的波加曼仍然没有放弃，最终使用泡沫赢下第一枚徽章。正如回忆里那样，现在属于阿迅对战还在继续。阿迅振作起来，指挥姆克因使用厌反，因为动作幅度过大，徽章盒掉到地上，上面的凹痕里躺着8枚闪亮的徽章，每一枚徽章中都有一段值得称道的故事。姆克因的厌反成功打中快龙，但是作为准神快龙似乎压根不怎么在意刚刚受到伤害。这让阿迅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惨败，在睿智湖畔面对银河团干部碎星的坦克抽鼬，波皇子的战败导致尤克西被银河团捕获。阿迅从这里开始也学会审视自己的实力，性格也没有以前那样的浮躁。父亲光囊的超铁暴龙一发岩石炮秒杀了姆克因，让阿迅感觉回到了睿智湖一战。不过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今非昔比，在和银河团的决战中，阿迅再一次遇到了碎仙。面对碎仙的言语挑衅，阿迅拿出了帝王剌波击杀了坦克车鼬，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算是破除了自己的心魔。现在阿迅同样带着最初的伙伴波加曼进化的最终型帝王剌波来到光囊面前，一发水炮秒杀了超铁暴龙。光囊承认自己的战败，对于儿子的成长表示了赞赏。本集结束了。这集令人意外的是，第一批主角反而变成了打酱油的，劲敌阿迅倒是成了主角，还加入了原创挑战光芒的戏份。没玩过游戏的观众可能会觉得阿迅才是游戏的主角，但其实不然。整个故事围绕阿迅的成长，唯一有点可惜的是没有拍出阿迅最开始的口头禅：迟到的要罚钱，罚款100万。要是有口头禅加上后面的转变，可能阿迅的变化会更加直观。包文进化终于来到了风原篇章，流星之名彼岸来到天空之柱面前。而同时，游戏女主小瑶骑着拉蒂亚斯也来到这里。看起来本集的故事要围绕天空之柱和裂空座展开。小瑶刚踏入天空之柱，脚下的地板就崩塌一大块，看起来天空之柱早已千疮百孔，小瑶一时间都不敢乱动。这个时候，彼岸登场和小瑶对话，他指着一面墙上壁画给小瑶解释，这是古代流星之谜留下的。他将传承者的称号交给了小瑶，并且开始讲述了一段历史。1000年前，一颗陨石袭击了地球，在这之后，地下超进化能量涌了出来。有了这股力量，从而获得原始回归的古拉顿和盖欧卡开始陷入无止境的大战。在这种天灾面前，人类完全没有办法，于是只能祈求另一只神兽裂空座前来帮忙。在人类的强烈意愿下，裂空座也获得梅嘎进化，从而打退了海陆双神，让他们陷入沉睡。于是，为了祭祀裂空座和他的力量来源七彩之石，古代流星之谜建造了这座天空之塔。根据古代流星之谜的预言，这个时间点将会出现更巨大的陨石。这块陨石的威力足以毁灭地球，想要拯救地球，必须进行一个召唤裂空座仪式，让裂空座去破坏这颗陨石，是流星之谜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这也正是彼岸作为流星之谜后裔的使命。仪式前半段非常顺利，裂空座出现了，但是任由彼岸怎么呼唤，裂空座并没有回应他的祈祷，没有能够梅嘎进化。这时候，小奥背包中的陨石发光了，彼岸意识到，可能自己找的梅嘎石压根不是裂空座梅嘎石，而那块陨石才是。彼岸没有想到，小奥这个外人才是被裂空座选中的人，自己这个正统流星之谜后裔只是个召唤工具人。不过没有时间给彼岸犹豫，彼岸将精灵球交给小妖，代表自己退出，将风云的希望交给了小妖。小妖毫不犹豫地将陨石丢了出去，裂空座一口将它吞了。这还没完，裂空座必须要和人一起作战才能梅嘎进化，所以需要小妖打败裂空座并且收服它。小妖派出了波什可多拉，波什可多拉使用10刃攻击裂空座，但是并没有命中。小瑶立刻换下波什可多拉，让717鸟出场，一发龙之波动击中裂空座。不过717鸟力度很差，压根没对裂空座造成什么有效伤害。裂空座反手一发化龙点击秒杀717鸟。小瑶这回拿出了王牌梅嘎巨爪怪，一发冰冻拳直接4倍克制秒杀裂空座。龙系飞行系的裂空座10万条命都接不住。看着小瑶成功打败裂空座，彼岸想起了之前为了收服裂空座做了一切修行，他有些不甘，但还是提醒小瑶收服了裂空座。接着他拿出了梅嘎暴飞龙，和小瑶的梅卡裂空座进行了传承的对战，打败彼岸的小瑶才能真正成为了传承者，这样就能和梅卡裂空座一起去击破超巨大陨石。本集也就这么结束了。动画意外的做了起源宝石版的这段剧情，以流星之谜后裔彼岸为视角，看主角收服裂空座。说实话有点残忍，击毁陨石的计划是彼岸说的，抓完裂空座的也是彼岸，画龙点睛游戏里也是他负责教学的，传承者也在他身上，结果裂空座不选择他，在天选之人主角面前，他就是一个悲惨的工具人啊！包梦进化制作组最近人手和经费意外的充足，更新快，质量高，转眼就来到成都篇章。随着准神班吉拉的惊鸿一瞥，画面来到成都地区的圆珠市，
这里正在举办热闹的庆典。这其中最热门的就是舞台剧表演，尽管艺伎们还在后台化妆准备，等待观看的人却已经在门口排成了一条长龙。等候了许久，表演即将开始，观众陆续入场，宝可梦塔的僧侣、年轻的训练家，甚至道馆馆主松叶和耿鬼也来了。正当大家唧唧歪歪预测表演内容时，幕布打开，大家立马安静下来观看演出。一个黑色打扮的花魁出现，他开始讲述圆珠市的历史故事。人们建造2座高塔，铃铛塔和中之塔。一天，传说宝梦凤凰和洛奇亚各占一塔，圆珠市的人们和传说宝梦第一次有了联系。讲到这里，他拿出一个精灵球，里面跳出了一只月亮伊布，他使用月光技能将整片舞台照亮，完成转场效果。第2位花魁出现，拿出了雷伊布，释放了雷电技能。接下来故事正如那晴空霹雳一般，洛奇亚和人类的和谐时光在150年前突然被打破，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和雷电席卷这座城市。中之塔也在这时被一道雷电击中，雷电打中木质建筑，自然会引发火灾。这个时候，轮到带着火伊布的花魁出场，随着火伊布放出了火焰，整个舞台就如故事描述里的那样变得通红。逼真的特效让台下一只小巨鳄以为真的着火了，还使出了水枪试图救火。好在主人眼疾手快，捂住了小巨鳄的嘴巴，这才没有打断这场演出。洛奇亚并不是盖欧卡，没有召唤大水灭火的能力，他试图刮起大风去灭火，但是没有效果，于是他使出了求雨招式。普通雨水对于大火来说效果甚微，最终结果是以高塔烧个精光方才告终。在这个时候，期待水伊布的花魁出场，水伊布和火伊布分别使用技能对撞，试图模拟出当年那种焦灼状况。火焰和大雨结束之后，太阳还是照常升起了。这会是太阳伊布和花魁的主场，太阳伊布使用的晨光招式，如同太阳那样给人带来希望。只是洛奇亚觉得自己和人类赖以联系的桥梁中之塔没了，那么他就没有待在这里的必要。于是他离开这里，去大海深处沉睡。为了防止此次事件再次发生，人们把残留铃铛塔保护了起来，而花魁们用表演讲述着这段不该被忘记的历史。台下松叶的耿鬼感动得泪流满面，松叶还递过去一张手帕。优秀表演博得了观众的一致掌声。本集无论制作还是立意都是相当的优秀，语言无法表述出画面表现出来的精彩，推荐大家去看原片。宝梦计划制作组每一集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每个时代主线，没想到这集把这几个路人对战角色和成都历史结合在一起，本作男女主和劲敌甚至都没有出现，可这并不妨碍这是完美的一集。宝可梦进化终于迎来了最终章，本集制作组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一只比雕从天空飞过，小南登场了。他看了看包里的2颗梅嘎石，然后继续往华兰洞窟前去。根据游戏剧情，这2颗是梅嘎超梦 X 和 Y 石。小南此行是为了抓住超梦，不过他从望远镜看到游戏劲敌小静已经先一步进入到了华兰洞窟，那只比雕就是他用来飞空的交通工具。小南不想让其他人收服超梦，于是赶紧往前走去，在桥上遇到了拦路的5个杂鱼训练师。小南二话不说，派出耿鬼和代兽直接秒杀这几个酱油。代兽不愧是被称作老大宝梦，真是相当威武。这场景把伪装成路人的火箭的干部吓得不轻。游戏剧情里，他会送给主角一个金珠，然后问主角要不要加入火箭队。小南的目标是超梦，自然也没空去管火箭队和金珠。小南进到华人洞窟，一群超音符出现，把小南吓了一跳。紧接着一道闪电打来，把超音符们全部秒杀。来者还是劲敌小静，他和小南都是为了超梦而来。双方没说2句话，就分头前往洞窟寻找超梦。洞窟里居住着许多野生宝梦。小南被龙龙石拦住了去路，他直接一个滑铲越过了挡路的龙龙石，接着放出了水箭龟从水路进发，路上的快涌蛙之流根本挡不住全速前进的水箭龟，直接被撞飞了出去。眼看到了华兰洞窟深处，小静和小南都在做最后的冲刺，不过离超梦出现地点还差一道深沟，小静还是骑上比雕准备飞过去，可是洞窟里漆黑一片，没有视野的比雕飞得很慢。小南再次使用了激进的策略，让大石蛙用藤蔓勾住洞窟上方的岩柱，然后借力直接跳到对岸。这一操作直接把小静看傻了。小南漂亮的反超后，还不忘让大石蛙用技能驱赶走野生的大嘴蝠。小静比雕此时被大嘴蝠群击落，丧失了行动能力。这时候小南和小静都听到了超梦的咆哮，看起来另有其人已经和超梦在作战了。小静于是打算放弃收服超梦，但是小南没有，他继续往里面走去。听到动静的那一刻，小南直接把精灵球丢了过去，想来个一球超人同款。不过来者可不是宝梦，而是雷茨沟的女主。他这个时候已经收服了超梦，这让小南很生气，派出皮可七攻击女主。女主又岂是泛泛之辈，大动皮卡丘一发电电加速秒杀皮可七。但是小南也不弱，拿出了9尾打败没有萤火特性的烈焰马。一番对战之后，双方只剩最后一只宝梦。小南让自己王牌水箭龟进行 mega 进化，女主拿出了超梦。雷茨沟游戏中是没有特性系统的，没有超级发生器特性的 mega 水箭龟哪里是超梦对手？
被2招带走。但凡特性还在，小兰没敢带兽或者耿鬼，10个超梦都不够打的。小兰战败后虽然很不甘心，但还是承认了女主的实力，然后把2个超梦美甲石送给女主，并且向女主提出游戏中的经典要求，希望女主的超梦成为小兰的宝可梦。这显然是个玩笑。小兰说完就回到大本研究所，把这一情报报告给了博士。博士最后做了总结，没说服超梦的结果令人遗憾，但是冒险过程值得纪念。宝可梦世界就充满梦想和冒险的世界，这也是宝可梦一直以来贯彻的理念。我觉得这集又是意想不到惊喜。初代篇章没有去盯着板木的火箭队锤，毕竟无论是无印、起源或者世代动画都做过了。宝可梦进化选择了去皮去衣的剧情，让人眼前一亮。这个系列您给几分了？我给满分，无论是制作、剧情还是 BGM，全部都无可挑剔。